我把你强硬派清除就垮了。可是世界上各地的民族军武的不对称的发展，造成了大家开始想法是有变化的。加强打击只会让伊朗更强硬，尤其现在唯一镇得住强硬派的或哈梅内伊，他一旦死亡，那就是更强硬的比上来。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台湾的爸爸是老美，美国的爸爸以色列。当然这是一个讽刺了，这个笑话反映在实体上，就是以色列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军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以色列开战伊朗，但这场战争跟传统意义上战争呢，确实有相当大的不同啊。以色列、伊朗至少隔2到3个国家，这是一场没有地面接触，但是空中呢打得噼啪作响的战争。伊朗因为常年被美国制裁了46年啊，自从巴勒维王朝倒下之后啊，基本上伊朗常年呢受到军事上的封锁，所以战机非常老旧，比如说 F-14多早以前的战机啊，对比的以色列的军武，就是世界最顶级的。对，有一句笑话嘛。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台湾的爸爸是老美，美国的爸爸以色列。当然这是一个讽刺了。这个笑话反映就是以色列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军武，因为以色列面积很小，人口不到1000万，所以对以色列来讲，伊朗是个164万平方公里、高达8800万人口的国家。以色列可以说是小国家里面最强悍的存在。以军力来说，毕竟以色列很大时间处于战争或者准战争警戒这样的状态，尤其是2023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以来，那个时候到现在都处于战争的状态，因此以色列可以说是全民皆兵，而且整个作战经验相当的丰富。军队不只是它的装备精良，很强的国防工业会受到美国的加持。以色列和美国经常合作研发武器，比如说剑式反飞弹系统，包括现在服役的剑2、剑3，它都有美国的资金和美国的技术在里面。美军还经常3不5时的协防以色列。2024年，伊朗在4月份和10月份2波攻击以色列。发射很多弹道飞弹、无人机攻击。对，因此美军在2024年10月紧急部署萨德系统到以色列。这支部队其实在这次和伊朗的反弹道飞弹防御作战里面也发挥很大的作用。以色列不只拥有本身精良的武器、完整的配备，尤其是防空反导系统，可以说世界上最先进。那另外不止美军也来加持。我们如果说以防空和反导整个网络来看，最外层的美国的萨德拦截中程和短程弹道飞弹攻击末段的高空层，大概40几公里再到150公里这样的一个高度。以色列本身的剑2、剑3也属于这一类系统，防御的最外层，在比较低空层就是爱国者3，还有剑2这个飞弹。那另外在靠近内层就是有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中程的这个防空和反导系统。那在内层就是大名鼎鼎的铁穹，铁穹已经防御到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步，它连火箭弹、破炮弹或者一些短程飞弹都无差别的拦截哦。特别是反导这个部分，以色列可以说世界的天花板。这就是为什么它在国防预算过去的一系列冲突里面，它都是以高昂的代价、先端的科技来拦截对手的攻击。而为了确保它国土狭小现况之下人命财产的重要保护，伊朗可以说是大型国家里面的弱鸡，尤其是它地理环境，境内太多高山，会对这个国家的整个造成很大的一个限制。伊朗的军事力量，它毕竟是一个区域的地理上的大国，从巴勒维时代就已经建立基本的国防强大的能力。当时美国是他很铁杆的盟友，要不是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其实伊朗是整个波斯湾里面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因此，美国人把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都大量军援或销售给伊朗，所以伊朗拥有像 F-14战机。你听过有别的国家在使用 F-14吗？
没有。因此，巴勒维时代终结以后，美国对于伊朗实施了长达40几年制裁，把 F-14所有的零件都给它销毁。转眼间又过了20年，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 F-14还继续在空中飞行，虽然性能有老化，但持续能运作，这就代表伊朗人在很刻苦的状况下，它还是维持一定的军备能力和维持美系武器的运作。也因此，像 F-14啊、F-4啊、F-5是它主力战机之一。那伊朗这几年其实有积极想突破，在空军力量给予增强，特别像俄罗斯买了20几架苏35战机，但由于俄乌战争的影响，这批订单迟迟没有办法交付。那伊朗向俄罗斯买了像 S-300、S-400等等。这比较先进的防空飞弹，美国军援巴勒维时期英式防空飞弹，对，以及伊朗自制的一些中程、长程的防空飞弹，就构成目前伊朗整个防空的主体。那对比以色列来讲，其实它的技术层次还是过于落后，飞弹和反飞弹的矛与盾对决，伊朗还是吃比较大的亏。再加上伊朗闭门造车发展的一系列这个自制的防空飞弹，在这一次以色列空袭行动里面，不能说缴了完全的白卷，但没有图可以证明你实际真的打下来以色列的比较可观的战绩。当然，网络上有这个伊朗宣称我已经打下这 F-35，但后来发现是 P 图，整个喷嘴和你这个机尾是颠倒过来，就成为国际间一个笑柄。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战机频频突破伊朗的空防，正代表了伊朗的整个防空武力没办法有效应对以色列空军的攻击。以色列攻击伊朗过程，它也挑动了伊朗敏感的内部矛盾和神经，特别他要摘除伊朗的军事首长，包括总参谋长，还有空军司令，还有几个这个情报首长等等，其实都被立即斩首。后来换的或者晋升的首长，在随后几天的攻击里面，居然也被斩首。这代表以色列他对于强硬派这些军事首长的摘除，作为打击的一个重点，也可以敲动伊朗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势力的消长。以色列这种想当然尔的行为是非常愚蠢。对，战争开打之后，所有温和派都是直面一个问题：你温和就是叛国。台湾现在其实就有一点点这个味道在了嘛。我们主张希望两岸交流和平，在面对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势的国际或者地缘政治的军事压力之下，就发现青鸟的抬头，他们是无理的。但他们只讲一件事情他打过来，你为什么会想？但因为两岸毕竟同属中华民族，所以我们的历史悠久嘛，有一个很长的智慧脉络。可是，在面对这个伊朗跟以色列是异族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就温和派如果下跪可以委曲求全的话，那伊朗早跪了嘛。以色列这个攻击重点是伊朗的核设施，伊朗的核设施有一些是属于极深地下化浓缩铀的工厂。以色列目前军武库里面所有的炸弹是没有办法有效贯穿，只有美军的 GBU 像57这种具备很强爆破能力的特种炸弹才可以把它完全击毁，而且它可能要好几枚一起针对一个目标发动攻击，才可以达到这种一击必毁的效果。如果美国配合以军彻底摘除掉伊朗的核能力，会不会对伊朗未来达到终战或者某种程度的投降？如果这么容易投降，今天加沙已经没有人口了。是因为我看这个问题看了很久，以前我们都用西方视角检视这个事情，我把你强硬派清除，你就垮了。可是世界上各地的民族，尤其在进入21世纪之后，很多的资讯的传播，包括军武的不对称的发展，造成了大家想法是有变化的。这么好清楚，那也门胡塞早就灭亡。所以我不认为对于伊朗加强打击会导致温和派来主导这个局势，加强打击只会让伊朗更强硬。对，尤其现在唯一镇得住强硬派的哈梅内伊，他一旦死亡，那就是更强硬的人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些这个伊朗的反击以色列的这个部分吧。这个是一般弹道飞弹。它其实可以多点同时攻击，然后利用时间差，尤其是配合无人机协攻的方式，是他们在发射的一个部分。而且伊朗后来还发展出一些这个高超音速飞弹。我刚才其实谈了蛮多以色列的战略问题，然后我刚才也补充了很多从伊朗视角或从中东视角去观察这件事的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川普总统要求纳坦雅胡，就是以色列总理不准杀哈梅内伊。其实这次攻击行动就是代表以色列和美国对于整个事情的处理和研判
他们有很大的旗舰啊。我认为地理的因素造成伊朗必须要以这种攻击模式来反击以色列，我称之为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它这个打击是跨国性的，因此对于伊朗来说，目前只能用中程飞弹来实施打击。而且中程飞弹过去以来，伊朗因为历经了几年生产，其实它储存的数量好几千枚，保守的估计可能至少有3000枚以上。对于以色列的整个空防系统，它会面对包括无人机、带有电子干扰一些设备或电子欺骗，再辅以一般的弹道飞弹或高超音速武器。伊朗这些飞弹可能精准度还是比较没有那么够，不少飞弹其实是击中一些住宅区。这次的攻击仍然有效地对以色列境内产生大规模的破坏。虽然在以色列严格的新闻封锁和管制下，相关的视频还是不断被流露出来，尤其是这种高超音速武器、电光火石这种很难拦截这种影像，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震撼。正代表这种饱和式的飞弹攻击，以现在有多层次的反导系统，甚至长时间的饱和攻击的状况之下，你的拦截率会呈现一个快速的衰减。这矛与盾的竞争，我认为盾牌先天就处于一个不利、被动的一个状况，而类似的状况，事实上我们搬到台海，如果发生冲突，解放军的飞弹对于台湾的这种攻击，而国军的反导系统或防空系统能不能有效拦截？我认为这一场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或者战争这个状况，可以反推到那国军面临的整个防务压力会更为剧烈。台海它的纵深或者距离远非以色列和伊朗这种跨国攻击能比啊。以两岸地理条件来讲，解放军配备在福建台海当面的多管火箭，特别长程火箭弹，事实上才是国军最大的威胁。因为这些火箭弹，第一个它的射程远，最多有300-400公里，已经涵盖台湾西部所有的重要基地。第二个，它的成本低，不像巡弋飞弹、弹道飞弹本身制造成本高。第三个，它可以大量生产，经得起消耗，用的时候管饱管够。这个对国军来讲，哪有那么多飞弹去拦截？那第四个就是带有简易的导引系统，具有精准打击，特别对我们的机场打了几波以后，到处都是炮弹碎片，这种场景其实在这种打击之下，非常可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以色列和伊朗这种飞弹火力攻击、相互攻防搬到台海，我认为实际的状况对国军来讲会严峻得多。